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现在愿意参加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俘交换？愿意吗？你们愿意回去中国还是俄罗斯？我们都想回去中国，我们都想回到中国去，回到我们的家乡。第二个问题，你们在哪些社交媒体看到了推荐，看到了广告参加俄罗斯反对乌克兰的战争？哪些社交平台上你们看到了广告推荐你们参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很多像快手啊，那个就是中国的国内的一些 APP， 像快手、抖音。快手、抖音。对，因为它的浏览量很大，所以他们会有很多小的一些博主，可能是某些人是专门是发那些东西的。你们以前在中国和调查局、安全局或者是军队有关系吗？有没有关系？没有任何我关系。们和国家没有任何的关系。国家机构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是说，我只关心就是大家问我的问题和我回答大家的问题。至于说这些观众看的我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我并不是很在意。招兵招你们，是直接招你们，还是通过社交媒体招你们？通过一些中介，他们不会是直接招收的，但是他们会通过很多种方式，用拉人头的方式，特别是外籍。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中国政府会意识到你们在乌克兰的所有的行动？不会，因为在我们离开中国境内之前，中国海关已经警告我们不要去这些就比如说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些有战争的地区，他们会很郑重的警告我们。第三个问题，你们去俄罗斯，你们自身的动机是什么？你们意识到你们会最终到乌克兰到战线去？一开始以为它就是一份很正常的工作，因为我当时想要的职位是一个康复师，因为我在中国是做康复工作的，所以到了那里之后，他们中介帮我办理了所有的手续，然后直接就进入了军队。进入军队之后，已经无法自控了，就是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你理解那个意思？问题是，你们在战线上，你们有没有直接反对乌克兰军队参加战斗？我是还没有开始战斗就已经被炸伤，然后投降了。我是一开始就是直接拒绝参加前往前线的，但是还是被送往了前线。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签条约的签合同的时候，合同里薪酬是多少钱？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具体的我是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们所有的东西对于我们都是保密的，直至我到最后投降，我都不知道我所有做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因为俄罗斯人对我们所有的东西全是保密。因为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俄语的，并没有说针对于我们中国人有中文的介绍。我只能通过我的记忆和我看到的，包括我去猜测的他们的动作。我在俄罗斯的话，就是包括像跟他们生活的话，主要的话就是通过去比划手势和他们让我去做什么，
然后我才去做什么。我再一次说一下这个主要的问题。你们按照合同应该薪酬应该是多少钱？你们应该工资多少钱？他们有好几种方式，但是有80万的，有160万的，有210万的，还有280万的。但是具体给予多少，我们并不清楚，因为所有的卡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是查不到的，因为我们的手机是需要上缴的。所以具体我们会得到多少钱，我们并不清楚。就是关于这个薪酬的问题，他们给我办了一张俄罗斯的一张卡，在我的手机上，他们给我下载好了这个银行的 APP，我有收到200万卢布，但是这个钱好像只有我的卡无法去使用，因为在我的连队里有另外一个中国人，我一直是在花他的钱。然后在这之前，我自己兑换的卢布，他们会时不时的以一些理由，就是比如说购买发电机，购买汽油，或者说是需要买水，或者说各种，包括说我进入训练营的时候，他们拿走我的手机，我还需要支付他们卢布去拿回我的手机。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直接的指挥官是不是俄罗斯人？如果是俄罗斯人，他们怎么样对待你们？我的指挥官是俄罗斯人，指挥官并不会直接对我们怎么样，而是其他的俄罗斯人，只有极少数的俄罗斯人很和谐，但是大部分俄罗斯人对我们中国人是很排斥的一样，所有的活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干，而且我们他们就是会用语言去攻击我们。对，就是直接指挥官并不会直接去对我们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但是每一队他会，我们部队是5个人一组，然后有正副2个队长是俄罗斯人，剩下的都是外籍人士。然后所有的就像他刚才说的一样，所有的体力活和脏活累活都是外籍人干，然后俄罗斯人对我们不能说侮辱吧，反正是不是很友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你们2个，还有你们知道还有多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来参加这场战争？我的身边一共就我们整个部队里面一共算上我是10个。我们那个队伍里面有加我是2个中国人。如果你们想的话，愿意的话，你们可以现在向中国政府表示你们请求，把你们和在俄罗斯待的乌克兰战斗进行交换。如果愿意的话，你们现在可以通过记者向政府表示你的意见。我希望中国可以和俄罗斯乌克兰之间把我们进行交换，换回中国。你们在中国有什么背景？你们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是贫穷的还是富贵的？你们中国的生活怎么样？我在中国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家庭算是比较和美，有老婆有孩子有父母，但因为中国的疫情的问题，我失业了，所以就找了一份所谓的工作，就到了如此的下场。按照中国的标准的话，就是我的家庭就是属于小康偏上的生活，我们不用为了
吃饭钱这种事情发愁，我们甚至可以就是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被卷入了这场战争，但是我还没听到你还是去乌克兰的动机是什么样的动机？至于我为什么会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因为我起初就是去俄罗斯去旅游的，当时我正是休假的时候，去到俄罗斯，我本来打算是去玩半个月的时间，但是可能因为我个人的贪婪，因为金钱，然后金钱，但是我并不是知道这个是去往军队，然后各种原因我被就是陷入了这个军队的这个陷阱当中。还有第二个问题，你们在乌克兰对乌克兰这个国家对乌克兰人有什么印象？大概的印象是什么？坦白的说，我对乌克兰一无所知。没什么印象，对，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从我被俘之前，我对乌克兰的了解是很少，仅限于我在新闻上看到，但是这些我并不能去分析它怎么样。但是自从我被俘虏之后，乌克兰对我特别的友善，从前线一直护送我到现在这种安全的地方，就是包括他们给我还准备了麦当劳，当时就是无法用语言去表达那种幸福感吧。总之，乌克兰对我们很友好。第一个问题，你们去乌克兰，去俄罗斯，然后去乌克兰，通过哪些城市？你们记得吗？坐哪些交通工具？从卡山，叫达旦共和国，达旦共和国的卡山出发，到了罗斯托夫，从罗斯托夫到了顿涅茨克，然后中间坐的有军用卡车和小公共就那个小巴士，然后还有面包车，然后再到了北顿涅茨克，然后就这些。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对你们同胞，现在按照你们的经验，在乌克兰的经验，能表达什么意见？有什么建议？你是说在战场上的吗？关于我们在乌克兰的这个情况，意思是你们同胞如果想去乌克兰，想去乌克兰。对，像你们两个想去乌克兰，你们对他们想说什么？就是他们想参加战争的，是这个意思吧？对，啥意思？他是说对想参加战争的中国人。对于想参加这个对乌克兰的战争的中国同胞，我想说的是，不要参与这场战争。俄罗斯给予我们的都是谎言，都是假的。俄罗斯没有他说的那么强大，乌克兰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弱小。当真正参与战争的那一刻，到了交火的那一刻，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然后希望你们千万一定要记住，不要参与任何战争，更何况这场战争本身与我们并没有任何关系。谢谢。这位记者想让你们更详细的解释一下，你们以前说过的那些中介人，他们推荐你们参加战争，这些中介人是谁？
除了这些，在社交平台的那些视频是什么样的视频？推荐参加战争的视频？你说我说。你说。就是比如说他们会发一些很炫酷的，就是在中国的抖音上面发一些很炫酷的这种穿着军装的、拿着武器的，就各种各样的很吸引人的这种视频。因为在中国，中国军人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特别是在民众心中，所以中国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从军梦。然后当在中国你没有办法从军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机会，你会很心动的。然而我就是从军那个心动的那个人。我补充一下，他说的就是首先呢，就是媒体上就是国际上宣称的就是中俄友好，所以中国人对俄罗斯的话，就是首先我们都很去信任他，因为这份信任，所以可能我们就被利用了。第二个问题，你们去乌克兰以前，你们对乌克兰里面的战争，乌克兰俄罗斯战争有什么知识，有什么认识？这位记者他对你们说我们不知道什么，这种态度感到奇怪，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你们都说你们以前什么信息都没有，而且和中国政府没什么关系？他想问的是，你们现在说的是不是真实话？你说的是我们对俄乌战争的这个？是我说。Look at me, please. 你不理解。You can look at me. Thank you. 首先我很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的行为是跟国家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你从我这里来讨论，就是包括去说，关于中国的这些是没有任何意义。还有就是，我所说的就是，我到这里来经历的，包括我看到的、我听到的，就是这样子。第一个问题，请你们再解释一下自己参加战争的动机。你们说过，你们想挣钱，但是有很多办法能挣钱，为什么拿武器要挣钱？那首先我说一下我的，因为我在中国做的是康复师，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个当初我刷到的视频，他告诉我的是，因为俄罗斯这2年的战争，有很多伤残的军人需要我们去做康复，然后他给我的职位就是一个医院的康复师，不会保证我不会参加一线战斗。但我到了莫斯科跟他会集之后，他也一再的给我确定是这样的。但我跟着他去了征兵处报名之后，去了训练营之后，就已经身不由己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已经做不了主了。我在国内的职业是消防员，在上海，我的收入的话就是，如果说用这个去对比从战场上的收入的话，虽然没有战场上的高，但是也，已经在中国的话已经超过90%的人了。然后这个收入的话是，很可观的。就是至于说，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战争？前面说了很多次了，就是一个是中介利用中国人对于俄罗斯的这种信任，另一个的话就是他很夸大其词了，就是去讲了很多东西，因为当时他给我推荐的是一个建筑类的工作，你只需要去卖力气，然后你可以获得比你在国内更多的收入，因为当时俄罗斯正在大力去搞建设，所以我被这个圈套掉入了这个圈套里面。
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能不能更详细的解释一下你们的时间框架？具体说，你们什么时候申请参加战争？什么时候到莫斯科？什么时候到多涅茨克？这个时间表这类是。我是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但前后相差时间不会差过5天。我只能说一个大概的，就是中国的春节过完之后，因为它本身要求我在春节之前到达莫斯科，但是春节对我们中国人比较有特殊的意义，所以我在春节之后的第5天，也就是2月5号出发的，然后在2月8号到了莫斯科，然后在莫斯科他带我进行了几天的游玩，然后我不知道本身他是要我在莫斯科那个报名处报名，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带我去了卡山，然后在卡山他还接待了一批别的一些外籍的人，然后在25号左右，然后签订了合同，去了卡山的训练营，然后在那里学习了战场的急救，学习了5天，5天回来之后记不清几号了，然后直接就去到了罗斯托夫，在罗斯托夫训练了6天，就发往了顿涅茨克的第7摩步旅的训练营，然后在那儿一直待到了3月29号吧，28号，然后就到了北顿涅茨克，然后一直到4月1号就开始往战区前进，4月4号就遭遇了无人机的轰炸。那第二个问题是，你们已经有没有和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家庭沟通过？在确定就是进入军营之后，就跟家里人坦白了。就是进入军营之后就和家里人坦白了，因为每天要和家里人聊天视频，因为你穿着军装早晚会露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坦白了。但是在之前我是没有说的。就是在进军营之前我没有跟家里人说。啊，说了。啊，在俄罗斯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就是你得这么说，就是他在进入军队之前，他的父母是不知道的，但是在进入你们现在在乌克兰已经和家庭有了沟通吗？啊，没有。哦，在这里，在乌克兰没有。就是对你解释一下这个时间这个程序。就是我应该也是2024年12月20号到的莫斯科，然后在莫斯科待了大约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在2024年12月28日的时候，我被带往了罗斯托夫，然后2025年1月5日，就是我和俄罗斯军队签订了合同，然后2025年1月6日，我被带往了罗斯托夫的训练营，在训练营我被训练了。准确来说是被训练了6天，然后在那边等待了2天，下午被发送到了顿涅茨克地区，进入了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地区。在那边的话，我们开始了就是去做一些就是一些战后的地堡，我们把那些木头建一些东西收集起来，会有大卡车会把它进行拉走，主要做的这个工作。然后在
2025年3月29日的时候，我接到了通知说让我们3个人前往前线，让我们准备好战斗装备，带好食物和水，准备前往前线。我并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在2025年3月31日的时候，俄罗斯的时间早晨5点钟，一个俄罗斯人带着我和另一个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也是一个外籍，他说的应该是阿拉伯语，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带着我们2个人，然后具体的就是地区我无法去用中文去说，我只知道地图，因为我看过地图，我只知道地图在哪里。然后大约是我们走了一半的时间，走了一半的路程，这个另一个外籍人他就在一个地堡里面，他就坐下来了。就是我们沿途会经过很多地堡，里面会住到3到4个人左右。然后我以为我会和他一样，只是我还没有到达我的那个终点。然后我们走到了一个地堡，我们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的早晨，我们继续出发，大约走了10公里的路程，然后我们在一个地堡又休息到了下午的俄罗斯的时间6点半，再次接到指挥官的命令，应该是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我听不懂俄语，但是我知道因为我听到对讲机里有提到我的名字，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又继续往前走，在天刚刚黑的时候，我们又到达了一个地堡，然后在那边待到了第二天的凌晨1点40，我记得很清楚，凌晨1点40，天已经很黑了。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指挥官让我们这么黑，还要继续往前走，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走，直到我们听到了无人机一直在我们头顶上，然后我并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然后他让我蹲在墙边，然后我们在那里蹲了半个小时，然后无人机开始攻击了我，向我投掷了2次炸弹。虽然我没有受伤啊，很幸运上天庇佑了我2次我都没有受伤。然后他示意我不要害怕，另一个俄罗斯人示意我不要害怕，他不断的在用对讲机在呼喊，然而对讲机另一边并没有给到任何回应。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和指挥部已经失去了联系，然后我又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不断的用中文在质问他，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们要去往哪里。他一直跟我比划，意思说让我不要害怕，不要怎么样。然后我们在之后有更多的无人机和炮弹向我们走了，然后我们然后他带我带到了一个废墟里面，然后我们在废墟里面又待了一晚上，之后我们又遭到了炮击，然后他觉得这里不安全，他又带我们又继续往前赶，
又赶，没有超过200米，又遇到了无人机，我们又无奈躲到了一个只有一块木板遮住的废墟里面，我们又在那里待到了晚上。他说我们得继续往前走，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得继续往前走。然而我们刚走出去50米啊，太多了，觉得太详细了，大概大概讲。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个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印象太深刻了。然后就是我把中间的都省略掉吧，直到4月5日的时候，我第一次遇到乌克兰的战士，然后也是我被俘的那一天，然后到那一天，然后我才安全了。的时候，你们被俘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你们完成什么任务？收到了什么命令？还有你们在哪个单位服役？我是第7山地摩步旅还是第7摩步旅，我不太清楚，因为从头到尾他们也没给我们具体说过我们到底属哪支部队，可能俄罗斯人自己知道吧，我们外籍人都不知道。然后第二就是任务也不知道，因为只有正副队长2个俄罗斯人知道，我们外籍人听不懂。然后他们连对讲机都不给我们，他们自己有对讲机。然后他们就从4月1号一直带着我们各种徒步穿越河流、山，包括还有山，然后丛林，看到了无数的尸体，然后一直走到了4月4号的下午，然后人员都走散了，然后我只有和我的队长2个人在一起，剩下的3个就不知道去哪里了，联系不上了。然后他又临时组了2个人，我们是第4队，他们是第10队的，然后我们4个人就又开始走，上面有2个无人机在引导我们方向，就俄罗斯的无人机引导我们方向，然后到了一个树林，然后我的队长就告诉我往哒哒哒，就让我开始攻击，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位置到底是，因为我们路上会经过很多俄罗斯的地堡，我以为是我们自己的地堡，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就躲在了一边，然后我就看到就是第10队的队长就往里面扔手雷，然后这个时候天上就开始出现了无数的，我不能说无数，但是当时对我的概念就是无数的无人机开始了轰炸，然后第10队的队长当场就被炸死了。乌克兰无人机出现了以后发生什么事？乌克兰的无人机出现了之后就把第10队的队长给能说吗？给炸死了，然后我的队长和另外一个人就因为炸弹的问题，我们全部都负伤了，然后我的队长就带着我躲到了战壕里面，然后我的队长就向无人机展示就是求饶投降，然后无人机就接受了我们的投降，把我们带到了就是乌克兰的地堡里面，然后乌克兰的战士就很友好的接待了我们，他们并没有欺负我们怎么样的，然后就是把我们身上的武器什么的全部卸掉之后，给了我们香烟和一些吃食和水，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饭和喝水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俄罗斯的无人机往里面投掷烟雾弹和炮弹，应该是它不属于简单的爆炸物，因为动静很大。然后就开始乌克兰的战士就带着我们开始用那个应急出口，就开始去躲避这个烟雾弹。但是因为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有点懵，我就被烟雾弹给熏得窒息了，然后乌克兰的战士拽着我的帽子把我给拖上去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又往森林的深处去躲避炮击，但是我的后背和我的腿是被炮击给炸伤了。请再解释一下你在乌克兰的战壕里面
你们遭受这个轰炸，俄罗斯轰炸的跑击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情况？你说的你的乌克兰的指挥官把你救了回来是吗？对，是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四天在路上，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吃喝这一说的，就是每个人只发了一点水和一点物资，其实在第一天已经消耗的差不多。所以当我们投降进入了乌克兰地堡之后，我们队长就是就是我们的队长就把我们的情况给那个乌克兰地堡里面的指挥官说了，他们就给了我们一些食物和水。然后就在吃东西的时候，就是无人机，因为他们那个队长已经听到了，就乌克兰战士的队长已经听到了无人机的声音，他已经做好了炮击的准备，就是那种做好准备的姿势。他让我们也躲在一个坚固的物体那个床边。然后当这个炮弹爆炸的一瞬间，然后就发现外面就会出现了很多浓雾，也就是催泪瓦斯。人吸入之后是无法呼吸的。然后因为我们的人比较多，有5名乌克兰的战士，还有我们3名战俘。然后我是在最后一个，他们7个应该是已经出去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应急出口的结构，所以我爬到离出口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因为我无法呼吸。我感觉那一刻我已经是晕厥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放弃了，然后就感觉有人抓着我的领子把我往上面拖，然后很大的力气把我从那个洞口拖了上去，然后他把腿压在我的脑袋上，让我 no， 就是不让我动。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天上有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过穿梭机，就是FPV 的那种声音，很尖锐，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一种死神的声音。然后我就没有动，但是我的眼睛、鼻涕、口水因为催泪瓦斯的原因流了好多。而我还是高度近视，就像现在第一排的各位先生女士我都看不清，所以当时的状态就是一个瞎子和盲人的状态。然后乌克兰的战士就看着那个无人机可能暂时没那么多的时候，带着我往那个森林的深处里面去躲避。然后我当时还是戴着一条腿的眼镜，然后一个手扶着另外一条没腿的，然后跟着乌克兰的战士一起往前走。然后在沿途当中是不断遭到轰炸和炮击的。然后就在当时，我们一共是3名战俘，其中有1名就被炮击击中了，就死掉了。因为那名战俘，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在4月4号的下午是在一个战壕里面躲了有3个多小时、4个小时，所以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我们在往森林逃，就是我们在接受投降的时候，乌克兰他的腿已经受伤了，是乌克兰的战士帮他进行了消毒和包扎，所以他牺牲的那一幕，最近只要我闭上眼睛，我都会梦到他，或者是就是那种场景是挥之不去的。然后就进入了一个那个森林的深处，在一个河边，然后那里有很多大的树木，乌克兰的战士就在那里和我一起进行了躲避，不断的炮击和爆炸声。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心里只有想着我的妈妈快来救我，别的我任何想法都没有。我生怕会有一颗炮弹落在我的身上，那个时候我可能就尸骨无存了。然后我们在那里大概躲了有很久，对我来说很久，可能时间并不长，但对我来说每一次爆炸都特别久。然后等爆炸结束，乌克兰的战士就带着我们回到了原先的那个地堡。然后在那个地堡里面，当天晚上又被炮击了几次，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是安全的。那后面的一切就是乌克兰的战士保护着我们，一直到了大后方，一直到了现在，我们接受到的全是好的对待，很善良、很友好的对待。任波，您可以讲一下你自己的故事？
在我接到发往前线的命令的时候，就是前一段就是我们讲到我们往前走到了，就是我们在凌晨1点40的时候继续往前赶了大约2.5公里。我对距离这个很敏感，因为我在国内的话，我经常会跑步运动，所以我对距离这个很敏感。大约就是2.5公里左右，我们走到了一个村庄，一个废墟的村庄。在这个废墟的村庄，我们刚到这个村庄，听到无人机。我不知道这个是乌克兰的还是俄罗斯的，我不知道他是没看见我们2个人还是怎么样。另一个俄罗斯人让我蹲在墙下面，然后我就一直蹲着，大概有半个小时，我根本不敢动，那个声音一直在头顶上响。俄罗斯人不断用对讲机在呼喊指挥官，但是指挥官没有给他任何回应。这个时候，在我的身后，无人机投掷了一颗炸弹。当时我没有被碎片击中，很幸运。但是他又投掷了第二颗也没有伤害到我。然后他示意我不要害怕，然后无人机的声音慢慢就消失了，然后他带着我躲进了一个柴房，一个只有木头顶的一种废墟的房子，很小。我们一直待到了天亮。天亮之后，无人机开始对这个村子开始搜寻。他好像就知道是这里有人一样。2架无人机在大概几百米的区域来回覆盖式的搜寻。我们躲在房子里面，当时天空还下了雨，不断的有炮击，像是在调整位置一样。我感觉每一次的炮击都快接近我们。有一次的炮击，把我们所在的那个房顶只有一点点偏差。当时那个木房子的木板已经被震下来了，人已经没有办法去，甚至连蹲都没有办法蹲。我们从那里面爬了出来。具体是几号的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当时太紧张了。然后我们在那个木房子里是躲了很久的。等我们从那里面爬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掉了。然后我们刚走出不到200米，也就是200米的样子，我们听到无人机，然后我们迅速的又找到了一个有一块木板遮蔽的一个废墟里面，我们在那里面躲了起来。在这个期间，我一直问他，我用中文问他，我说边用手在比划，我们到底要去干什么？我们到底要去干什么？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意思是说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的这个意思。等到了天黑了，又是天黑了。我对黑夜特别恐惧的时候当时天空还是下了雨，我的身体全是湿透了的。当时他说就到了天黑的时候，他拉着我，然后继续往前走，走了50米，我们听到无人机，然后我躲在了墙下，他躲在了一棵树下面，然后无人机攻击了他，然后攻击了他之后，无人机又朝我这边来，丢了一颗雷，很幸运这颗雷没有爆掉，然后我以为他被炸死了。我呼喊了一下，我用中文呼喊了一下，我说还活着没有？
他喊了一声，然后他朝我这跑过来，然后他拉着我又继续躲到了那块木板下面，然后应该是无人机发现了我们俩躲在了那块木板下面，有很多无人机，有各种各样的无人机，那种声音特别大，而且还有那种穿越机一直在我们就是在那个废墟里面来回穿梭，来回穿梭。我已经数了很多，已经撞坏了，撞在墙上爆炸的就有5、6辆。然后我在木板下面，然后天空上而且有不断的在投雷，在校准位置。他已经在那里被2次炸伤了，但是没有太大的，不是很伤得很重。我是一点都没有受到伤，只是我的衣服被炸烂了，然后我的枪被炸坏了。然后他示意我说让我坐在这里，然后他跑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直到我待到了第2天，天已经亮了，都没有等到他回来。当时天空出现了短暂的宁静，我身上已经没有了食物和水，我只能跑出去，我也不知道方向是哪里，我跑出去沿着大路一直跑，然后又有无人机看到我了，我很无奈，只能躲在墙边。这个时候无人机向我的头顶飞过来，它向我的脚下投掷了一颗炸弹，但是这次又很幸运，这颗炸弹又没有爆。然后我就是那种跟打了肾上腺素一样，我疯狂的在跑，直到我遇到了乌克兰的战士，他让我进入他们的防空洞，这时候我就安全了。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亲手有没有杀害乌克兰的战士？我肯定是没有，因为我是就是签合同也就1个月，训练1个月，第一次上战场，第3天就投降了，应该这么说。我被俘是我第一次见到乌克兰的战士。第二个问题是，你们在中国一般对乌克兰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关于乌克兰，你有什么认识？乌克兰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就是比较富有，然后乌克兰的帅哥美女很多，这是在中国大众所熟知的。我所知道的乌克兰跟我们国家的关系一直就是处于乌克兰的粮食我们一直进口的是乌克兰的粮食。自从发生了战争开始，我们的粮食进口的变少了，这样。你们说不是去前线吗？那你们有没有尝试去逃跑，或者是有没有受到俄军不好的对待？这样。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有后悔参加这场战事吗？那有没有什么想跟家人说的？好，谢谢。你先说。他第一个问题我都忘了。第一个问题，你在俄罗斯在前线的时候，你有没有试图逃跑？第一个问题，逃跑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你开始进训练营之后，你哪怕上厕所，半夜上厕所都会有一个真枪实弹的宪兵在后面跟着你，然后在训练的时候，你的正副队长会一直盯着你，你根本不可能有机会逃跑，而且俄罗斯到处都是宪兵关卡，你跑都不知道怎么跑。而且在罗斯托夫曾经发生过一起，就是一个阿拉伯人半夜自杀，但是具体什么原因自杀的，这个真实的原因我们肯定是不知道的。大概就这样。第二个问题，是你，比如说还是罗斯托夫，因为罗斯托夫是一个
会让每一个新兵很难忘的地方。他会让我们住在一个没有水、没有电一天可能2天只能吃到1顿饭的地方就比如说那一次那个士兵死亡事件，我们会在外面冻半宿，可能冻到凌晨4、5点钟，然后给我们每人分到1把生的米让我们去食用然后更比如说2、3天会让你做各种体力活，不给饭吃，这都是很正常，对我们来说这已经算很好的事情了。后悔的话应该是说不完了，那反正最对不起的应该就是爸爸妈妈吧。战争在之前它只存在于我的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当你像我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可能在座的听着没有那么的惊心动魄，但当你真的亲身经历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我还是想尽快的回到我的家庭我会尽力的配合当局。我接着他的话补充吧，就是问有没有在俄军的虐待行为，就是他讲过的我就不讲了。就是我从进入到训练营的第二天，他把我的手机，准确来说是在我睡觉的时候他拿走了，然后第二天他问我的手机的密码是多少，然后他知道我的密码之后，他用我的那个手机翻译跟我说，他说现在这个手机属于我了。他说如果你想使用手机的话，你需要，他跟我比划这个，他说你需要一点这个。我问他我需要支付多少，他用手给我比了3次这个，然后我给了他15000卢布。之后我去到了顿涅茨克地区，在那边的营地，时不时我们也会收到，就是说我们需要购买发电机，你需要支付多少钱。总之我身上当时我记得我到达莫斯科，我换了3000多人民币的卢布。到了，我已经把我身上的钱都已经给完了。他们就是有这样一个说法，是说如果你不去兑这个钱的话，你第2天就会被送往前线。然后我回答第2个问题，就是他问我后不后悔。我很后悔，就是我为什么要出国去了。说再多真的没什么用。第2个就是说，就是回答一下，我想跟家人说，就是因为可能我的家人会在电视台看到我，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到了俄罗斯参加了战斗。我想跟他们说，我现在是活着的。虽然你们很气愤，但是至少我很幸运的活着。乌克兰对我很友好。你刚才说的那个人拿走了你的手机，他是谁？是不是你的指挥官，还是你的战友？他是一个新训营的指挥官。就是一个训练营，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在那儿也受到了这样的，对，很正常的。问题是你们能不能详细点儿讲一下你们怎么到莫斯科去，通过什么方式到莫斯科去？你们和俄军先合同的情况，详细点儿说。详细点儿。就这个问题。我是在去年的7月份，然后刷抖音，因为我当时失业已经好几个月了，然后家里人并没有催我，但是一个人在家很无聊，就刷抖音。
然后就看到了，当时并没有关注这个国际新闻，只是偶尔会刷到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些消息，然后就偶尔会刷到一些很炫酷的俄军的这种冲锋啊，这种展示的这种就是很帅很酷的这种视频，然后就想着哎呀挺帅呀，然后就私问他，就会问他是不是在俄罗斯啊那个当兵啊，中国人可以去嘛？但当时只是问一问，并没有这个想法，然后就想着就跟他聊一些嘛，因为本身对从军是有很强的这种欲望的啊。我相信你们在空闲的时间可以搜一下中国军人的社会地位的问题，真的每个男人都特别想去从军。然后就通过就是偶尔聊一句，然后就加深了我对俄罗斯这个从军的这个想法。然后再加上当时的失业，然后我就想有没有，因为我不会战斗技能，而且又高度近视。然后他说我们会有很多文职，然后他会告诉你，你可以去参加建筑行业，然后工程专业或者是医护专业，就很多后勤的职位都可以参与，然后给予的待遇还是很好的。因为当时就想着又能从军，又能得到一份很好的职业，然后就有了想更深的一个了解，然后他就会慢慢跟你讲的更多，然后会跟你讲他的福利待遇，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每个月的这个收入，特别是每个月的收入他会加重奖，每个月可以给到20到25万卢布的一个待遇。因为我在中国的待遇基本上也就在10万到13万卢布之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观的。然后又能从军，所以我就有了想去的一个想法，我就向他表达了。然后他就会告诉我，如果你决定来了，你出国的所有的费用，一直到从军前，就是所有的费用他都会承包，然后到时候会再给我就是一笔资金，就是俄罗斯军方会给到我一笔资金，他会从里面扣除掉30万卢布。然后我就想着值得考虑一下，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马上春节了，我就想着等年后再说，但是他一直在催促我。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春节对于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很值得很特殊的日子，绝对不可能要出门的那个时候，所以我就等到了春节之后，也就是正月初五，就是几号？2月5号吧，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就出发去了黑龙江的黑河一个口岸，然后在那里被我们中国的海关给拒绝了，就不允许我去俄罗斯，因为他说那里正在发生战争，不允许你有这种就是单独一个人的这种旅行去那里。然后从黑河被拒绝之后，我就想着那我肯定就去不了了，我就跟那个人说我被海关拒绝出境，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要不你就从别的渠道，我有很多渠道可以供你出境。但当时我怕被骗，我跟他说我没有钱了，然后他就说那从现在开始你的所有一切费用都由我来承担，你把你的身份证号你知道身份证号发给我，然后你需要的车票，然后住酒店的这所有的费用包括吃饭我都可以转给你。然后当时就已经心有疑虑，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轮到我，但是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毕竟自己不需要投资，还是决定跟着他的思路走了。然后他就帮我订了机票，直接飞到了乌鲁木齐，又到了伊宁，坐火车去了伊宁，从伊宁又坐大巴到了阿拉木图，从阿拉木图又坐飞机去了就去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从那里飞到了莫斯科，然后他就接到了我，然后他接到我之后带我去吃了一顿很丰盛的俄餐，然后吃完之后给我订了4星级的酒店，直接给我订了1个礼拜，说我在那里安心的住，而且给了我1万卢布的现金，说让我可以出去自己找点美食什么自己随便花，然后如果没有了给他打电话他会给我送来，然后他说他有别的事情要忙。
然后在那里住了应该有个1礼拜到10天左右，因为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其实挺快乐的，因为每天什么都不用想，就只需要吃喝玩乐。然后就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们不能在莫斯科报名，我们需要去到卡山。然后我当时都不知道卡山是什么地方，然后他就带着我还有另外几个阿拉伯人，还有2个黑人，一起坐火车从列宁格勒火车站应该是，然后去到了卡山。然后坐了1夜的火车到了卡山，到了卡山之后，然后就有一家民宿是只接待这个外籍从军的人，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的民宿，那里面每天进进出出大概在20人左右吧，20多人左右的，就是来报名的外籍人员。还有哪个民族？你觉得这些人外籍人他们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人？哪个国家的人来自什么国家？就各种斯坦国，什么哈萨克斯坦，今儿什么今儿记不住，他那个名字好难记。中亚洲。对，因为他们都留着那个大胡子，然后很有特点。然后黑人一般都是来自于戛纳还是加纳，我知道这个地方啊。然后另外一些就是像阿拉伯和伊拉克这些国家。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了解的对，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家人还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在俘虏中，还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国际组织像红十字组织，对你进行过访问？还没有。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的俄罗斯指挥官有没有去前线以前教导你们如何被俘虏的时候怎么做？有什么应该讲什么故事？有没有这样的训导？他们没有教我们做任何投降的这个动作或者是语言，因为他们应该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们会被俘或者我们会去投降，因为在俄罗斯跟所有外籍，就是俄罗斯给所有外籍的士兵所传达的一个思想，如果我们被俘，我们会死得很惨，会把我们就是受到残酷对待的视频或者是照片会发送到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那里。对于在中国来说，你们现在在乌克兰参与战争，在中国有没有什么责任，刑法责任？中国的法律就是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犯罪或者是怎么样，都会受到刑法的处置。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因为国家对于惩罚或者这些东西的话是不会在媒体上公开的。那你们心理上回到中国，你们如果你们被按照法律被处置，你们有什么感觉？我说吧，我觉得就是如果回到我的祖国，我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去承受的。你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参与了这场战争，首先你的行为是不对的，你的受到的惩罚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想回到我的祖国。回到家人身边。Далі всі інші. Для вас,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прискорити вихід із будівлі, працюватимуть також двері, які одразу за операторами.